是哪儿？这美少年，不会是我打的吧？不是昨晚看的星际收视小说的受缚或暂停吗？我穿越了，但我穿的居然是恶毒女配。原主5岁那年，因为皇室阴谋被流落到垃圾星，长大成年之后方才被接回，却失去了雌性最基本的治愈力。或许是出于愧疚，她的母亲一挥手，给她赐下了7个身份逆天的男人。可他们无法容忍自己的雌主是一个没有治愈力的废物，所以拒不接受女王赐婚。可这对于原主来说，无疑是赤裸裸的羞辱。一气之下，原主却黑市买了诱导剂，偷偷下给了受缚之一素星野。被强制诱导的雄性，要么使用匹镇定安抚下来，要么找到高等级的雌性进行安抚。否则的话，就会彻底疯掉，成为一只野兽。请主人惩罚狗狗，只是希望子主出席开心之后，把药剂给星野。从此以后，我将奉你为雌主。我不需要，也不用买它。对不起啊，我现在就把它拿给你，你不用这样。这个时候才把拿出来有什么用？苏少将都已经化兽形了，除非云兰公主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在5分钟内给素烧酱注射下去。但雄兽领地意识极强，只有雌性才有可能接近。可受皇后的男人异常残暴。我去，此事因我而起，我愿意进去给素星野注射。你愿意去？开铁笼，放他进去。雄性是不会伤害雌性的，我不怕，我一点都不怕。如果救好了素星野，就当做此事结过；如果救不好，就算命葬郎当场，也算是他活该。你别咬我好不好？把药剂注射了，你就会好了。乖乖的好不好？
现在这样是不是就没事了？什么时候能醒来？身为 SS 级，刚才居然现在知道害羞装睡了。没事，他很快就能醒。兰兰，苏星野作为帝国英雄浴血奋战，却因为你的一己自私沦为野兽。既然你没有办法对他进行安抚，那就让我来拯救他吧。你放心，我不会和你抢雄兽的。名义上他还是你的雄兽，身为一个雌性却无法安抚自己的雄兽，让其他雌性来帮忙安抚，这无异于公然挑衅。更何况现在素心野明明就已经好了，根本不需要路易娜的帮忙。兰兰，你是还有什么顾虑吗？星野少将现在情况完全容不得耽搁。公主求你了，放过我儿子吧！你没有治愈力，星野会死的。主心上那么多的雄兽，你不要带着我儿子不放！求你了，放过他吧，让路易莎公主给他进行精神力安抚吧。夫人，您先起来吧。苏少将现在已经没事了，便是没有治愈力的废物雌性，还故意去黑市买诱导剂，逼迫星野少将定下婚约。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令人讨厌的雌性，简直是不配为雌。明明路易莎公主比她更为般配。没有任何人知道于兰手里拿是假的，所以就算于兰后面反悔把给了苏星宇也没有用，因为只有我亲自出手安抚，才能让苏星宇醒过来。兰兰，我知道你喜欢星野少将，我不会跟你抢的。我对星野少将也没有想法，否则的话，这么多年我和星野少将也早成了。是啊，如果路易莎公主对星野少将有意思，想必两人早就在一起，哪里还等得到你被找回？你自己不讨雄性喜欢，就以为所有雌性都跟你一样吗？大家不要这么说兰兰，我想兰兰这次已经知道错了，对不对？先让我进去抚慰星野少将吧，兰兰，我真的不会和你抢他的。我刚刚已经说了，苏星野现在已经好了，不需要你帮忙。兰兰，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我本来以为能跟你讲得通道理，万万没想到你是这么自私自利的人。星野少将为了帝国征战杀伐，抵御黑暗星球侵蚀，立下赫赫战功。我绝不能允许看着他在我面前，因为你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情感沦为野兽。我要去救他。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母亲，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又是要做什么？所以说，苏少将现在是真的没事。少将英俊的脸上微微泛着红，好似而有资格和素星宇一起。现场只有于兰一人。想到自己刚化作银狼，这还是我。多谢路易莎公主关心，我的雌猪待我极好。天哪，苏星也叫于兰个体主，是已经认主了吗？明明于兰手里的已经被我提前换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不成于兰被毁掉的治愈力恢复了？不可能啊！医生已经确定过了，于兰一辈子都只能是一个废物个体。星野少将没事就好，我也是不想帝国失去一位战功赫赫的天才少将，还请原谅了我的鲁莽。路易莎公主，请您继续称呼我为素少将就行。有雌主的雄性需要和其他女性保持距离，方才能记得住安全感。今晚您的道歉对象错了，您应该和我的主人道歉。我们本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当初拒绝贝利拉女王，我并非因为玉兰天赋，只想是找到适合的。可刚才的我，哪里像孤傲冷峻的银狼，简直跟……这两人随便一个手指头就能轻易的把我人间蒸发。为了今后的生命安全，对不起星野，我不该明知道你不喜欢我，还偷偷给你向我道歉，这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例。没关系，你最后也给我了。既然如此，那我们解除婚约吧。你们也不用叫我雌主，就当做这段时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们也不认识我，好不好？是我说错了什么吗？雌主，如果这是你新学的欲除故纵的马戏，我很遗憾你又一次失败了，失去了雄性的供养。你确定在中央星你能活过3天吗？先看看你的银行卡余额再说吧。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苍天！想到自己刚刚还大言不惭的话，怪不得霍占庭说我欲擒故纵，他们该不会以为我是在骗他们吧？没关系的，我可以自己还清的。警告！殊死军情报到，请第一军霍元帅、素少将尽快归队，到达战场疏散人群。苏星宇，好。
什么？立刻把于兰给我押过来！于兰，你给我跪下！我身影顿时一呆，抬头目光看向正在生气的女王，身边还有那个似笑非笑的路易莎。这要是当着路易莎的面下跪，我是绝不会下跪。我倔强的开口询问原因，女王脸上的怒气更甚。你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居然给素星野下诱导计！但是他本来就是您赐给我的雄兽，我不过是行使自己作为雌主的权利，我有什么错呢？女王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我理所当然的话给打断了。我昨晚连夜恶补了一番这个世界的知识，虽说原主做的事不道德，但在这个世界却不算什么大错。更何况我昨晚已经取得了素星野的原谅，完全可以把此事归类于我和自己雄兽之间的小游戏。一边说，我一边低头就要打开手机联系素星野。女王神色瞬间就变了，赶紧叫人来把我的手机收走，毕竟现在他们是在战场上。这么一闹，女王也是头疼的挥了挥手，叫人把我带出去。这个世界实力强悍的雄兽们是天生的战士，无论是人形还是兽形，都拥有强大的实力。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具有动物的安抚期，在年满18岁成年之后，他们将迎来自己的安抚期，必须由雌性使用治愈力进行安抚，否则便会精神力暴乱而死。离开皇宫后，我只能靠着自己的2条腿走过整个核心区，毕竟皇宫所在的核心区禁止悬浮车进来。我作为一个不受宠的废物公主，甚至连核心区都住不到，只能住在更外一层的贵族区。而太阳的照射之下，我越来越热，同样也越来越渴，急需补充水分。在路过某个大开的玻璃门时，里面传出来的通透凉气瞬间，顿时我的双腿就这么定定地站在这里，再也不想走了。没忍住转头好奇地朝冷气开得这么足的地方看了看，我双眼微微睁大，居然看到了便利店。而且里面还有我最想要喝的冰水。此时收银台前正有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人正在排队结账，我双眼放光，只看到了放在冷藏里冒着白气的水，不断的舔了舔自己干涸的红唇，直接就朝着冰水冲去，再顺手拿了几个小零食，乖乖的站在排队队伍最后面排队。此时我的脸蛋红扑扑的，模样又是那么的乖巧。便利店内一群身材高大的雄性全部看呆了。他好乖啊，看上去小小的，而且好有礼貌啊，而且还会排队，哪有雌性会排队的？一群雄性刻意压低了声音说话，我并没有发觉，只是奇怪的皱着眉头，怎么排队排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到我？我好渴啊！再次舔了舔红唇，瞬间引起一阵惊呼声。有被这一幕刺激受不住的雄性当场就昏了过去，身边的几个雄性手忙脚乱的扶住人。整个原本安静有序，甚至透着严苛冷酷的便利店，因为我的到来瞬间热火朝天，连空气中都漂浮着一种名为荡漾的因子。而科研院便利店来了一个乖软漂亮小雌性的事，瞬间传爆整个科研院内部群聊，甚至有大胆的雄性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拍了我的照片发在群里。在星际时代，一个漂亮脾气还好的雌性简直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众单身雄性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勾搭我，而我对这些异动一无所知，只是目光雀跃，极其高兴，总算排队到了自己了。收银员前站着的雄性看到我时，声音都故意压低加了起来，快速把我购买的物品扫描之后报账。咦，我没有工牌，顿时漂亮的小脸纠结了起来。站在身后的雄性等的就是这一刻，拿着自己的工牌往扣款器上放了一下，这样就好了。说着对我解释了一下，这里是我们科研院的内部便利店，直接刷工牌，后面从工资里面扣。我忙不迭的开口，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我把刚刚的钱转给你。而付款的雄性等的就是这一刻，雄性双眼亮了亮，马上拿出自己早就准备的手机。我叫薛振宇，你叫什么？我叫于兰，你来这里做什么？我话还没有说完，直接被迎面而来面色冷寒的男人打断了，带着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醋。院长一脸懵逼，显然还没有把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和自己的记忆对上。此人正是原主的7大未婚夫之一，帝国科研院院长沈卓然。刚刚从我才走进便利店的时候，沈卓然就站在2楼的落地窗前看完了全程，此时脸色极其不好，尤其是嗅到空气中隐秘浅浅浮动甜香，还有不远处若隐若现朝我看过来的视线，脸色一时之间顿时更冷了。你来这里做什么？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沈卓然毫不客气的指责。面对沈卓然的驱逐，我脸上闪过一丝羞红，但是知道是自己做错，没有坏脾气的顶嘴点了点头。好，我现在就走。转头看向刚刚好心帮我付账的雄性，正在犹豫要不要继续添加联系方式。我总不能乱占人便宜，这点犹豫落在沈卓然眼里，顿时就变成了我想要继续留在这里的犹豫。神色冷了冷，于兰，追人也要有个限度，是想让我叫安保来带你出去吗？帝国科研院种地闲人免进，接二连三的赶自己，我哪怕是小泥人也尚且有3分脾气。对着沈卓然哼了哼鼻子，我自己知道走，不用你说。这一激动，空气中隐秘的甜香仿佛瞬间沸腾了起来一般，
铺天盖地的直朝沈卓然涌来，把人牢牢裹住。好香，好香，好香，真的好香！沈卓然仿佛瞬间陷入了最甜蜜香甜的花蕊之中。我此时已经略过沈卓然，准备出门。对于那个好心帮助了自己的雄性，只能等下次趁沈卓然在的时候，我再来偷偷还钱了。两人相错过的瞬间，我垂在身侧的雪嫩小手骤然被男人抱起的大手抓住。你喷香水了？沈卓然几乎是从牙齿里咬出这句话。高等级的雌性自带异香吸引雄性，实力强大的甚至能让他们瞬间毫无抵抗。但是我并没有治愈力，又有给下诱导的前科，沈卓然不得不怀疑这股让他涌起激动的香味到底是什么？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奇怪地看着沈卓然，黑白分明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嫌弃。你抓疼我了！我一边说，一边抬手就是一巴掌拍在男人的大手上。我才没有喷香水呢！你少污蔑人！我倒是知道自身上会隐隐散发出一股香味，但是我确实是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难道是卓然嫌弃我身上的味道太浓了，故意指出来让他丢脸？可恶，这人长得人模人样，怎么行事作风这么恶劣？又是赶我走，又是揭我短。我一气之下直接抬脚就在沈卓然脚上踩了一脚。哈，坏家伙！踩完我又害怕被报复，直接抬脚就快速的跑了。对呀对呀，生起气来也这么可爱。不像别的雌性抬手就是几巴掌甩在脸上，不过他要是愿意打我的话，我也是喜欢他。随着我的离开，很快挤满了雄性的便利店，瞬间变得空荡荡的。沈卓然方才冷哼了一声，一群傻子，谁知道我是不是在身上喷了诱导剂，故意出现在这里。闻到那股香味之后，沈卓然几乎已经确定我就是奔他来的，故意出现在这里，引起轰动，吸引他的出现。他一点都不喜欢这种充满算计和野性的我。回到家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躺在沙发上，用手机开始查科研院到底是做什么，有哪些分类。我在穿越之前也在一家科学研究所任职，但是专门做药剂研究方面的。我想要找工作，听说明星雌性一天能赚上百万。我脑袋一边乱七八糟的想，一边登录了科研院的官方网站，很快就看到了待招岗位，研发助手3万新币医院，仅限雌性，无学历要求。我双眼一亮，苍天，这岂不是量身为我定做的吗？我立马切换到填写简历页面，准备填写可看着简历，我却眉头紧紧的皱起。我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什么可以填写的项目，最后只能在性别界面填写了一个词后点击发送，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回复。此时另外一边正埋头坐在电脑前处理科研院公事的赵松，听到电脑滴滴的消息提示声，无表情的挪动鼠标，抬手点开到招聘网站后台，最上面的赫然就是鱼篮投递的简历，面容漂亮乖乖的小雌性证件照，也是十足的好看。一看到这个照片，赵松瞬间就激动的跳了起来。有雌性给我们研究所投简历了。瞬间整个实验室的众人立马沸腾了，全部挤成一团聚了过来。此时众人全部挤在了赵松的电脑面前，一眼就看到了照片上的模样，居然是那个便利店的小雌性。于是简单的聊过后，赵松迅速和于兰敲定了第2天的面试见面时间。看到我回复同意之后，在场众人全都沸腾了。第2天我早早起床，吃过早餐就去到实验室报到。众人见我真的来了，脸上都露出非常激动的表情。与此同时，沈卓然个人休息室里面正传来一阵接一阵的哗哗水声，只见他正在弯着腰，接着一捧接一捧的冷水浇在自己脸上。这对于一向克制的沈卓然来说，实在是太奇怪了。好香，好香！沈卓然回来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劲，挣扎着想去拿自己存放在休息室里的抚慰剂。但是在拿到抚慰剂的这一刻，沈卓然迟疑了。真的要注射抚慰剂吗？真的要这么做吗？沈卓然猛地抬头看向镜子中的自己，赫然是一副情欲急需渴望得到抚慰的模样。沈卓然抬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抹了一把湿淋淋的水珠被擦干，再抬眸又变成了清冷斯文的科研院精英院长。他转身朝门外走去，盥洗台上幽兰未曾动用过的抚慰剂闪过一丝寒光。此时走廊之上，我和路易莎正在针锋对峙。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离开？如果不是原主失踪，路易莎有这个可能被封为公主吗？不过一个是王爵的女儿，路易莎听出来了，强装出来的温柔差点就要直接裂开。正要没收我的工作证时，突然一道清冷高大的身影正在缓缓朝我们走来。路易莎面容瞬间就变得温柔体贴了起来。沈院长，你怎么过来了？是来看研究进度的吗？对于新款我们第2实验室。可路易莎话还没有说完，就直接被沈卓然给打断了。你怎么会在这里？沈卓然一路循着那股诱人心魄的幽香，像是被肉骨头诱惑的恶狗一样闻来的。你怎么会在这里？就这么喜欢自己？喜欢到不惜混进科研院吗？明明该是不高兴才对，但是内心深处却暗暗闪过一丝怯。他为了自己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骤然被问话的我呆了呆，我是来上班的。路易莎见状立刻开口，院长您知道的，兰兰哪里会做什么实验啊？我觉得赵松这件事做得不太好，如果实验室真的很缺雌性研发助手的我，有 A 级治愈力的雌性朋友，我可以邀请他们来科研院试试。沈卓然点了点头，颇为认可路易莎的提议。
抬手从我手中拿过研发助手的身份名牌，声音带着十足时的冷清。研发助手的岗位不适合你，这件事赵松弄错了，我会让他向你道歉。事实上，沈卓然倒也不是真的听信了路易莎的话，他只是单纯觉得实验室里一个个的全是雄性，我软乎乎的像块漂亮小蛋糕一样，虽然没有治愈力，但是长相极其漂亮，指不定会被那些恶劣的精英雄性怎么欺负。我脸上笑容瞬间消失，目光直直的看着沈卓然，这个冷漠无情的狗男人，你凭什么说我不适合把我的身份名牌还给我？沈卓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我气鼓鼓瞪他的好可爱。路易莎见状，嘴角弧度往上勾了勾。兰兰，站在你面前是科研院院长沈卓然，他不愿意你待在科研院，你还是快走吧，别再继续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对此，我却只是勾了勾唇。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我申请加入高级研究员工作竞聘的考核，就赌我能不能过。沈卓然目光定定地看着我，沉声开口：你想要机会是吗？那我就跟你一起赌一赌。高级科研员竞聘分为2部分，答题加实验操作。没想到我最终成绩竟是满分100分。恭喜于兰通过高级研究员答题测试，居然有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要知道，我之前高级研究员竞聘答题的最高分也才96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雌性。此时我的目光和站在门口的沈卓然相对抬了抬下巴，漂亮小人脸上是明晃晃的得意。沈卓然并不觉得讨厌，反而觉得有几分小可爱，心弦微微颤抖，难得的感到了一丝难为情，眨了下眼，微微挪开视线。玉兰，欢迎你加入科研院，成为科研院的一员。当我在刚刚下载的科研院字眼软件上点了点，上面就出现了红色的警告，提示权限不足，您无法问该资源。我的脸色顿时就变了。所以说从最开始你就根本不相信我能通过竞聘，对不对？沈卓然，你真让人恶心。沈卓然瞳孔骤然猛缩，手拉住了我，神情急切。兰兰，我错了。我此时已经没有耐心再听沈卓然继续说下去了。在沈卓然大手握住我手腕的下一秒，猛地把自己的手快速抽了出来。我满脑只想着快点回去，离我远点。你真的很让人讨厌，被人用力攥紧好痛。沈卓然从来没有这么心痛过，沈卓然绝不接受他和我2人之间变成这样。下一秒，沈卓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至极的动作，只见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腕，带着那漂亮纤细的小手，啪的一巴掌扇在了自己脸上。在场其他几位研究员全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就连我也整个人都愣了，柔软的红唇张了张，想要说些什么。下一秒，就听见沈卓然歉疚的声音响起：兰兰，对不起，刚刚是我错了，是我太过自大轻视了你。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且有能力的雌性，如果放任你离开，将是我们科研院最大的损失。当然，如果你能不计前嫌留下来，我们科研院也可以提供给你更好更大的平台。我抿唇变得犹豫了起来。好，我可以继续，但是我目光定定地看着沈卓然，漂亮的小脸满是认真坚持。沈卓然，你记住了，是你让我留下来的，我不是来科研院混津贴的废物。沈卓然点点头，看着小表情真严肃的我，认真的点了点头。怎么会这么可爱啊？沈卓然心脏砰砰直跳，短短这么一回，心绪强烈起伏。到我的办公室，我给你开权限。权限开通后，我开口道：现在可以把你的研发助手名牌给我了吗？我把手心的助手名牌递了过去，指尖相触，在那瞬间互相感受到对方的人体温度。另一边，路易莎看着实验台前一堆堆的研究药剂，顿时只觉心中一阵烦闷。正在此时，滴的一声消息通知响起，她拿出手机准备查看。下一秒，实验室陡然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我通过高级研究员竞品了。于兰怎么能通过竞品？她明明已经是一个废物了。路易莎拒绝接受这样的消息，但是内网之上最中间最核心的地方，以往只放着最重要通知信息的地方，赫然变成了于兰和沈卓然的双人帐。我胸前佩戴着的名牌是那么的刺眼夺目。路易莎紧紧地咬牙，露出一个非常阴沉的表情。很快，一个漂亮雌性通过竞聘成为高级研究员的消息彻底席卷整个科研院，整个科研院所有的雄性彻底沸腾疯狂了。正在此时，充满尖锐的警报声再度响起，霍元帅带领第1军团成功解救13区平民一大批，精神崩溃。雄性正在赶来的路上，请风学院做好接收准备。我神色疑惑，这是什么地方？此时我还在沈卓然的办公室，沈卓然正在跟他科普通过高级研究员竞聘之后的流程。此时听闻我的疑惑，沈卓然立即开口解释，神色透着十足的坦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风雄院就是专门用来装还没有雌性但是精神力崩溃的雄性的。精神力崩溃之后，雄性失去理智，沦为野兽。但是到底是他们不是真的野兽，总不能真的放归丛林，需要找一个专门的地方关起来，而风雄院就是专门用来关押他们的地方。那跟我们科研院有什么关系？我很快想到了这里，科研院不是专门负责搞研发的吗？因为每一个进入科研院的雄性将自动同意接受并配合科研院的实验研究，简称进入风雄院，每一个雄性都自动成为了科研院的实验品。科研院一直致力于抚慰每一种新药的出来
都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才能推广到大众面前。我的面色瞬间就变了，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案。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好歹是在前线浴血奋战过的战士，不能找一些雌性试着给他们做安。如此善良天真的雌性，沈卓然感叹了一声，神色平静地看着于兰陈述事实。帝国雌雄比例高达恐怖的1比1000，成年之后的雄性如果得不到安，就会暴乱而死。偏偏雌性柔弱治愈能力是有限度的，有些雄性可能终其一生都难以获得一起安抚。只有拼命地往上爬，站在高位才能吸引到雌性注意。有雄性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利，但是会有更多的雄性死在这条路上。沈卓然说的话让于兰感到残酷的同时，更感到了一阵阵的心虚。所以说，怪不得素心野或战庭这些人会这么讨厌自己。本来他们是有机会、有能力和其他高等级的雌性们建立关系的，偏偏被赐婚给了废物没有治愈力的自己，这对他们来说无疑太过残忍了。换作是我自己，可能也很难和罪魁祸首平和相处。偏偏原身还恬不知耻的想要凑上去标记这几个雄性。兰兰叹气，小脸皱成了苦巴巴的一团。我能去风雄院看看吗？既然素心野当时能够通过注射腐而变回原形恢复理智，那么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这些彻底失去理智的雄性们能够再次恢复呢？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想要亲自试一试。此时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掌握在沈卓然手里。沈卓然沉思片刻，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只见他们走进一处昏暗的地下室走廊，左右两方全是一个接一个的铁链牢笼，里面关着的并不是我所想象中的动物模样，竟然全部都是人形，手上脚上全带着含铁镣口，悲哀麻木空洞地缩在笼子里面，静静地等待着完全失去理智后变成野兽面对他们的突然出现。坐在铁笼里面的人从始至终都是那副麻木空洞的模样，怎么会是这样？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你以为你兰兰？沈卓然开口，以为这里关押着的会是一个接一个眼冒绿光的野兽们。沈卓然只是苦笑地摇了摇头，只是强行压制，但是在之后会迎来更猛烈的爆发。指望一下子能够发明出从野兽恢复理智的药剂不太现实，所以沈卓然耸了耸肩。这里关押的都是通过机器检测，因为没有雌性安，神力崩溃，接近90%以上的雄性。我心经不光在众人面前划过，也就是说，现在在他面前的所有人其实都还有理智，他们将清醒地迎接自己的命运，等待着彻底疯狂的那一日来临。这实在是太残酷了，既然还没有彻底疯掉，就不能……我想要说的话在沈卓然看清一切的目光中顿住。不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既然在精神力尚且完好之时都没有获取雌性青睐，更别说此时将要丧失理智的时候。实在是太残酷了，我想要做些什么？我想要开发一个新药剂，可以吗？我看向沈卓然，眼眸中带着几分祈求。沈卓然思考片刻，他点点头，可以，我同意。但是你现在并没有人员官和带领团队的经验，在项目没有研发成果之前，科研院所给予的资金支持会少很多。于兰连连点头，在没有展示出成果之前，不会有好心的投资人进行没底线的投资，这个道理他是明白的。获得沈卓然的肯定后，于兰的目光看向后面面色麻木的雄性。各位，我叫于兰，科研所的一名高级研究员，我想成立一个专门研究代替雌性治愈力，能够帮助雄性度过发情期，缓解精神力崩溃的项目。相关的研究方案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现在想知道有谁愿意帮助我一起来完成这项研究。话落，角落之中，一位雄性举起了双手。虽然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研究到底能不能实现，或许永远都不能，但是没关系，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位这么美且温柔的雌性。我剩下清醒的时间不多，愿意在有限的时间里配合你的研究。我喜欢你刚刚说的帮助2个字。于兰的眼眸瞬间亮了起来。你的原型是什么？熊猫？现在心情怎么样？头疼不疼？宁静的办公室不远处的窗台上养了几盆鲜花，漂亮的花骨朵随着清风微微摇晃，阳光从玻璃窗外照射进室内，落在面前漂亮温软的雌性身上，为她整个人镀上一层金光。杜兰特整个人一阵恍惚，漂亮温柔的雌性身上带着浅浅的清香。各项问题询问完毕后，时间已然到达下午6点。结束了一整天工作的于兰准时离开科研院，坐在悬浮车上回家的时候，车载屏幕上传来主持人悲痛的声音。据悉，霍战庭元帅率领第1军团成功击败黑暗星球恐怖势力，拯救13区人民，但自己却意外消失在战场之上。素星野少将正在寻找霍元帅身影。战庭失踪了。于兰目光愣了愣，难道是什么不能对外公开的战术吗？于兰摇了摇头，只简单的想了片刻，很快把这个问题抛之脑后。他想那么多又不会改变什么。等他回到别墅的时候，整个别墅空无一人。于兰实在是付不起这么多佣人的。此时整个别墅都是静悄悄的。于兰推开大门，背对着楼梯，凭借着记忆摸索着寻找灯源开关按钮。
没有注意到楼梯之上一双黄金瞳正静静地注视着他。此刻毫不知情的于兰刚刚转头，就看到一只硕大的狮子头从楼梯口探出头来。黄金狮子痴迷地看着他的背影，并无声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唇，甚至鼻尖肆意地呼吸着空气中的甜香。总算找到了好不容易找到灯光开关，成功打开灯的于兰转身看到的就是这恐怖的一面，眼眸瞬间睁大，心脏跳到了嗓子眼。狮子别墅里怎么会有狮子？但是现在不是发表疑的时候。只见站在楼梯口处高达3、4米的黄金雄狮正微微俯身前肢下趴，露出连绵宛如山岳般的脊背，呼吸声低沉粗喘，这是即将进攻的前兆。他再不跑，马上就会沦为狮子的盘中餐。即使知道不能把后背展现给这些大型猛兽，会让他们升起追逐捕猎的欲望，是于兰此时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尖叫一声，就转身就疯了一样的朝门口跑。但是人类的速度如何能够超越大型猛兽？更何况这明显就是万兽之王。在于兰快要跑到门口的下一秒，别墅大门被追赶上来的狮子前爪子猛地一按，啪的一下给关上了，像是不满于兰的逃跑。黄金狮子张开嘴对着于兰发出吼声，兰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本就娇小的此时看上去更小了。黄金雄狮迈着优雅的步伐逐步朝于兰走来，像，真的好像。雄狮的黄金瞳里满是痴迷，于兰简直是吓坏了。此时此刻他和雄狮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甚至能够清楚地看到他鬓间飘逸的毛发。雄狮居高临下地看着于兰，于兰吓得脸都白了，双手撑在身后，不断地发出害怕的低气声，看上去简直可怜又可爱。不知为何，雄狮看到于兰哭泣的模样，没有感情的心中居然闪过一丝类似于心疼的情绪。他并不喜欢见到于兰哭泣的模样。黄金雄狮微微俯下身子，试图安慰于兰。一个巨大的狮子脑袋出现在于兰面前，于兰甚至都感受到狮子鼻尖呼吸的热气喷洒在自己脸上。要被吃掉了吗？他整个人颤了颤，连一丝声音都不敢发出，甚至因为太过害怕屏住呼吸，连呼吸都不敢。于兰这副极其害怕自己的模样让雄狮不满意了，他觉得明明不该是这样的。他记得上次有一头银狼靠近于兰的时候，于兰可不是这个样子，巨大的铁笼之中，于兰也是这样的姿势，但是脸上却是带着清浅的笑意，看向不远处的银狼，惹得好好的一头狼像狗一样在铁笼子里跳来跳去。什么铁笼子？黄金雄狮眼中闪过了一丝迷茫，那些记忆画面如流水一般快速在脑海中闪过，很快消散于无形。不管了，雄狮用力摇了摇脑袋，带动着脖间的优美飘逸的鬓发在空中晃动，甚至有几丝甩到了于兰脸上，吓得于兰又害怕地吸了一口气。雄狮鼻尖不满地发出一声粗喘，俯身硕大的脑袋距离于兰越来越近。于兰甚至能够感受到雄狮身上散发出来的灼热气息，要被吃掉了。于兰紧紧地闭住双眼，眼睛不断地颤动，希望大狮子动作能够快一点，一口气给他一个痛快。下一秒，雄狮的大嘴哗的一下张开，于兰脸上的紧张忐忑之色愈浓，却只见那在外人面前能够轻易撕碎猎物脖颈的牙齿被雄狮小心翼翼地收起，像是怕划伤到面前的漂亮雌性。同时灼热的舌头在于兰脸上舔了舔，明明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万兽之王，此时却一点脸面和格调也不要，宛若痴汉一般。舔完之后又歪着头收住力道，雄狮试图用自己的大脑袋和于兰亲密贴贴，甚至还发出了类似于疑惑上扬的气音。他也要抱抱，为什么不抱他？于兰此时整个人都快要陷入在雄狮的茂密干净的毛发，狮子脑袋还靠在他的耳边蹭蹭，像是一只大型猫咪一样。怎么回事？不吃它吗？于兰试探着睁开眼，漂亮雌性看到面前冲击力十足的狮子脑袋时，还是没忍住发出一声惊呼，琥珀色的双眼满是惊讶，不愧是万兽之王。但是这样看着，一股威风凛凛的气势扑面而来，